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多人困惑的问题，我不是没目标，也不是没想法，可为什么就是动不起来？我想告诉你，你可能是说的太多了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我们不是一直被鼓励要多表达、多沟通、多立 flag 吗？但事实是，很多人正是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，把原本可以用来行动的能量都说没了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某天你兴致勃勃地产生了一个计划，我要开始健身，我要早起读书，我要学一个新的技能。你立刻想要告诉朋友，发朋友圈，开贴记录，我从今天开始要自律了。说完那一刻，你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半，但几天之后，热情神奇地蒸发了。健身房没去，闹钟没响，目标也没有进展。你责备自己，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其实你失败的不是意志力，而是你太早说出口了。说出来的幻觉，你的大脑被骗了。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现象，叫做实验性幻觉。当我们把一个计划说出口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误以为这件事已经部分完成，你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满足，好像已经向着目标迈进，于是内在的推动力就悄悄松弛了。更具体的说，语言和行动共用一个动能池，你每说一句我要怎样怎样，就消耗了本来可以用在去做的那部分能量。所以你越兴奋地分享计划、描述愿景，你越可能把那股原本用来启动的能量提前用掉。说的越多，做的越少，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心理机制。从小被训练说出来，成就感的替代品。这种说了就爽，做就没劲儿的模式，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被训练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只要你说出我想当科学家，我以后要创业，周围的大人就会夸你有目标、有志向。于是我们渐渐学会了，只要说说就能获得成就感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说的次数太多，说的太过详尽，大脑就真的会把说出来当成我已经在做了。你一边在朋友圈立 flag， 一边在现实中陷入停滞，一边反复谈理想，另一边却始终没有开始第一步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为目标积蓄力量，其实是在用说话来排遣焦虑。有时候我们说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，有时候是为了先获得一丝快感，还有时候是为了逃避真正的不确定和困难。一旦你习惯了用讲出来换取情绪慰藉，你会慢慢丧失面对现实挑战的能力。说多了，也就真的只剩下说了。语言正在偷走你的执行力。更深一层的影响是，每一次轻易说出口的梦想都会反向削弱你的执行力，因为你正在不断强化一个危险的行为模式。你可以靠说话来代替行动，而这个模式一旦深植于心，会让你慢慢丧失对做的兴趣，甚至抗拒真正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开始就意味着不完美，会失败，会被比较，而说则是轻盈正面，没有代价的。你越依赖表达来感觉自己在成长，就越可能脱离真正的成长路径。有一个很讽刺的现象，有些人花了很长时间写目标计划书，发励志帖，展示我正在蜕变的过程，结果1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。而那些看起来不声不响的人，反而悄悄地把一件事做成了。区别在哪儿？前者把动能用在了表达和包装上，后者把动能沉在了
行动里。说出口只是象征性动作，不是改变的开始。其实语言在心理学上有个独特的位置，它既是连接的工具，也是情绪的释放口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对一个人讲出自己的创伤或压力时，会有一种舒了一口气的感觉？哪怕现实没有改变，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缓解。这在心理治疗中叫做象征性动作。你的大脑会接受这种语言性行为作为一种替代性处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你说出我要改变，我要瘦下来，我要离开这份工作，哪怕只是心里默念，你也会感到轻松，因为你心理上做过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轻松是短暂的，代价是巨大的。你消耗的是真正能推动你前进的能量，却只换来一时的心理安慰。说的越多，动能越少。而一旦你不信自己说的话，你内心的信任系统也就开始崩塌。那我还能说吗？关键是说的有意识。那你会问，那我是不是从此什么都不能说了？不可以表达自己的目标、梦想和计划了？不是的，表达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意识的选择何时说，对谁说，说多少，以及说了之后是否采取行动。比如，如果你正在做某件事，而不是在计划阶段，你可以分享，因为这是总结经验，不是代替行动。如果你想寻求反馈和建议，那当然可以说，但说了要去行动。如果你只是想获得认可或排解焦虑，那你要格外小心，因为你很可能在花掉了行动的力气。所以说是可以的，但要有分寸、有节制、有行动。最好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写下来，但不急着说出来。你可以把一个目标写进日记，记录在备忘录，列入行动清单，它仍然存在，并没有被消耗。记录过程，而不是喊口号。写下每天实际做了什么，哪怕只是3行字，也比空谈理想更有力量。闭嘴，你会走得更远。回头看看你的人生，可能有太多目标是你说得太早，说得太满，说得太多。你曾满怀期待地告诉别人你要健身、写书、出国、转行，但一次次的说多做少，让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恒心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语言是有能量代价的。当你不断用说话来满足自我认同，你也在无声地切断行动的肌肉。沉默不代表放弃，不说不代表不做。真正走得远的人，往往懂得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他们不急于展示，也不依赖于掌声，他们只在意今天我有没有比昨天更靠近目标一点儿，我有没有兑现对自己的承诺，有没有踏实地完成一件小事儿。闭嘴，你会走得更远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愿我们在沉默里蓄力，在低调里成长，不用喧哗也能抵达。我们下期见。